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又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跟你说，最近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发现。你说？我突然理解了你说的那个叙事的问题。太好了，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丸子的脑子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日常生活当中你跟我讲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知道你在跑脑子里的哪一个故事。我有一段时间就非常的迷茫，我就觉得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不断的活在自己的故事当中，然后用自己的故事来给自己打气呢？我当时觉得，首先我不理解，第二个我觉得很神奇。直到这个过年，我突然想通了，就是因为这个过年我把自己丢回家，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从小到大你很熟悉或者是你被浸润的一个叙事里面。但是因为这些年其实我们都在外面一直在不断的拥抱变化，然后你就突然回家发现原来我小的时候我丢掉的那一面原来是这样生长出来的。我那一瞬间真的是一个顿悟，我突然就理解了你说的每个人其实都有每一个人的叙事，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运行规律，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更广泛讲，就讲都是一个 story。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 story 是跟我们的从小的家庭环境，我们童年是怎么生长的，以及我们后来长大了出到社会之后，我们把自己丢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当中，以及你跟身边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交往，或者哪怕是你在社交媒体上吸收的很多东西，你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内化，都跟你这个人的叙事有关系。就是一个人怎么样理解世界，可能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翻译的过程就不一样。对，那这个显现出来人跟人的差别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的人会有一些非常平静的安宁的头脑，好像你就觉得他遇到了再大的事情他也雷打不动，他就在那边非常的稳定。有的人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事儿，就会觉得哇好大件事啊，完蛋了，这个天塌了。这是最明显的两类人嘛。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对自己很严厉，做任何事情他可能都要逼着自己比别人好一点点。然后我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显现出来的一些差异，其实都跟自己的内在头脑的自我的对话是有关系的。那我自己这个长期的自动化的思维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我自己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发现了，我自己有很多不健康的内在叙事，它会让我们变成什么呢？就是你体现出来，我经常说嘛，就是我很愿意为人家操心。以前你说的好听点，就是你可以帮周围的人把很多事情都安排得很好，但是在我自己的内在感受上来说，就是我像一个八爪鱼，像一个救火队。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这个事情需要弥补了，那个事情我需要把它 fix 掉了，这里我又看到了一个漏洞了，这个 bug 会让效率不高了，所以你就会经常团团转。这个其实我后来发现跟我的内在一些不健康的叙事是有关系的。所以2026年我也给自己下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我一定要调整我的这个内在的叙事。因为我发现随着我们越来越忙碌，如果我们一直是像行星的状态去围着别人转，去当八爪鱼，去当救火队，你自己的生命力一下就被枯竭了，而且你会感觉生活里永远有问题，永远有事情。但是这个就是我原来的叙事。我经常有一种我的生活很危险的感觉。以前我是怎么观察到这些叙事让我很就是要跳出来呢？是因为我每一次发现一种感觉，当它牢牢的抓住你，让你觉得不去干就不行的时候，它一定不是真的不行，就是所有的事情你不做其实都是有余地的。当你有一个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就特别紧张，然后那个谁谁就会抛弃我，然后我就丢失了工作，然后就一旦你这些脑子里所有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你就看是真的吗？这些事情是真的吗？是的，它其实都是一种叙事。因为很早的时候我在跟尼寇聊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是特别的熟悉的时候，尼寇讲说你看事情那个滤镜好大呀。我就愣了一下，我说是，但是我其实想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滤镜，就是我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滤镜在看世界，而如果说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滤镜，我们就变成了滤镜本身，就是我们就掉在我们的叙事里了。而人其实当你观察到你有一个叙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有两个你。人什么时候自由？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调整你的叙事，你可以去不断的穿梭在不同的叙事当中，因为其实哪个叙事都没有关系，就算是你是八爪鱼救火队，你是那个围着别人转的行星，其实如果你真的当得很开心也无所谓，你自洽你就闭环了。但是问题是什么？是你一直在当一个行星，然后那个时候你不舒服了，因为当行星的时候可能它会伴随着你的付出，就会想要渴求别人的回应。对，你会觉得说我都为大家付出这么多了，大家为什么不回应我？那这个时候可能才是问题的
对，而且就是作为一个老行星，我必须要说，就是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别人的需求，这个就是为什么用我的语言会说你把大家安排的很好，是因为你总觉得这个人需要你的安排，那个人需要你的安排，可能现实是人家并不需要你的安排，只是你觉得这个事情你需要动手去做，这个事情它能是完美的。所以长期以往下来，可能一开始别人觉得啊尼寇很能干，或者是尼寇能把很多事情做得很好，但是久了人家会觉得哦，这个人怎么什么都要管啊，而且你会很累，我也很累，然后他也很不舒服。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算了2026年我调整一下我的叙事，我要当那个恒星，我就处那儿，我看看我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你别说处那儿这两个字是很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就对我们这种老行星来说，你要改掉你大脑里面很多运作的那个程序和惯性，你要把那个程序跟惯性重新写完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从一个行星到恒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其实前段时间看了一个 Jay Shetty 的一个视频播客，他最早其实也在硅谷，就是事情做得风生水起，然后觉得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但他一直都不开心。不开心的原因就是他觉得他那个叙事啊根本就不是他要的，他一直在做一个角色扮演。后来他就说，那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要去找一下人生的意义。人呢，但凡开始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就说明你那个叙事有一个缺口，慢慢要开始被打破了。在这个节目里面他讲的一个点我很buy in的，就是他觉得每一个人底层的叙事都能够改变你这个人的人生。而为什么我们的叙事对我们特别严厉，你想一下，从小到大老师就跟你说，所有人都告诉你你要改正的地方在哪儿，老师跟你说这个东西你要重写，因为你做错了，家长跟你说这个地方你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领导跟你说怎么样，大家永远指出的是你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声音时间长了就把它内化了。然后他说，这个世界上曾经最有钱的一个男人之一叫洛克菲勒，就是纽约那个洛克菲勒大厦的那个男人，他就在年迈的时候写了一个诗，他这个诗是这么说的，他说 I was early taught to work as well as play，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告诉我要一边玩一边工作。 My life has been one long happy holiday，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长长的然后又非常开心的一个假期， full of work and full of play， 一边工作一边玩。 I dropped the worry on the way， 在这个路途的过程当中，人生的这个路途过程当中，我把自己的所有的困扰都给丢掉了，就丢出去了。 And God has good to me every day，然后每一天别人都有给我一些很好的东西。其实他就是通过一个积极的叙事，不断的给自己大脑中塑造出一个你所说的滤镜，然后我所说的童话，其实就是你在不断的让自己一个恐怖故事逐渐向一个童话的过程当中去调整，然后你自己的人生其实会跟着会有一些改变。我很早的时候开始观察的还不是个人叙事，因为我觉得叙事分两层，一层是社会上的叙事，社会上的叙事像啥呢，就是社会上对于一件事情的理解，最简单的事就是女性的叙事，比如说30之前要结婚，然后到现在30是第二个18，然后张小慧说的是60是第二个30。就你想现在对于年龄的理解是跟5年前1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这当中天翻地覆的，你说女性有长出一个什么新的器官和功能，其实并没有，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人生的理解其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我一直是对时代叙事非常敏锐，我就会觉得人怎么讲一件事儿，怎么可以黑白这么颠倒。因为以前学法律的时候，我也会有非常多的困惑，我想说为什么同样一个行为，有一些场景叫正义，有一些场景叫阴谋，有一些场景叫做合理，有一些场景叫做盗窃，所以法官的解释权很大。然后我从这件事情开始去理解很多事情，人们对于事情的解释，他这个权利是非常隐形的，而你去解释它，舆论也是非常恐怖的。我以前小的时候不能理解什么叫做舆论杀死一个人，我现在非常能理解它其实那个是打引号的，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定义，如果这个人无法跳出来的话，他对自我的理解就会跟你说的一样，就会变成一个恐怖剧，会变成一个内化的恐怖故事。对，所以这个叙事其实是一个社会上的叙事。后来我就会发现，其实人生的个体也有非常多的叙事，内在的感受也是有一件叙事的，你怎么样去定义一件事情，它就会成真。我外婆在过年的时候跟我走在这个公园里面，然后她就跟我讲，她说我真的是以你为骄傲啊，你这个年轻女子孤身勇闯上海滩。我说等一下外婆等一下，我说没有你讲的这么热血和孤勇，我就是毕了业然后到上海去找了个工作然后我外婆没有啊，
你很能干，你很厉害，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弱女子，只身来到上海打拼很不容易。然后早年我们做播客，因为还在磨合，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在聊天，有的时候录完节目我从你家出来都12点了，但那个时候我是充满兴奋和希望的。我有时候跟我外婆聊天，我外婆就会说，哇，你真是不容易啊，你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一个人干2份工作，你都顾不上吃饭吧。我说啊，外婆，我说我没有觉得我很辛苦我觉得我很幸福。包括以前我们就在聊这个沪漂的事，我也一直都没有觉得，我也没觉得在对吧？我在漂，我会觉得就是我在旅居啊，我在享受上海，我在上海玩的那么开心，我每天都沉浸式的在游戏，然后有那么多配合我的玩家和任务在支持我，我觉得好爽啊！我天，我这简直就过上了我自己理想中的人生。但你想想，如果是同样一件事情，你每天工作到12点，可能另外一个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很难受。而这种感受，我后来想了一下，是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摸到这个边的？其实有点是在小学的时候，我打一个游戏叫《帝国时代2》，我不知道现在的听众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实在太老了。我听过，但是我没玩过。那个游戏其实很神奇，那个游戏是一个很开放的游戏，虽然它也是那种说要赢过你的对家，但是他赢的方式有很多种。我舅舅当时教我打这个游戏，他跟我讲的就是你要在短时间内尽量的积累资源，然后组织军火，建立一些部队啊，排兵布阵啊，然后就攻打别人，然后把别人消灭。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游戏有另外一种玩法，就是你可以只在你们这个国家里面种田，然后捕鱼，然后养羊，然后就是你把你们家国家的农业，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那个种地的 DNA， 我觉得种地好快乐，血脉觉醒了，种地太快乐了。然后你就把你们国家的这个经济搞得越来越好，到后来你其实有钱去建立，他在那个游戏里叫一个什么东西，叫神迹还是什么的，然后把它建立好之后保护好，你过了一段时间自动就赢了。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同样一个游戏我跟我舅打的不一样而且你完全可以不按照我舅舅的规则来打这个游戏。所以这个东西它帮我很早就建立了一个叙事者的视角和书写者的视角，就让我知道其实一个游戏怎么打完全取决于你本人，就你怎么高兴它就怎么打。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就隐隐的觉得说，你想怎么书写你的人生和你想怎么表达是完全由你掌控的。观察我们的叙事，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会被困在我们的叙事里面，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转念马上就自由，因为我们可以被另外一种叙事所解放。那我们聊了这些关于叙事的大的层面的东西，我想来聊一下就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种一下子注意到我们就可以改变的东西。我先说说我吧，就是我为什么会把我当成行星的一个最大的叙事叫做应该化叙事。就是我说的那个严厉的鞭策者。就这次回去其实特别有意思，过年的时候我跟我爸妈坐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在讲到今年的规划嘛，包括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具体的计划，然后我就跟我爸妈在聊，然后我爸就说，他说你这个播客不能当全职吧。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能当全职？这播客 it's a real job。其实我们要花很多的心思来做选题，然后来做所有的这些周边的一些事情。我说它不是你想象的，我坐那儿真的张嘴说1个小时，1个小时就结束了，不是一个星期工作1个小时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但是这自媒体也称不上是一个工作吧，就他其实还是比较老派的那种中国父母的这种想法。后来我就说，爸，但是我觉得这个自媒体对我来说是比我的主业我更感兴趣的，并且我觉得也更加有希望的，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后来他就说，但是你吧还是要再想想别的什么路。他说总觉得这个路吧稍微有点那啥。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看吧，这就是典型的严厉的鞭策者，他就觉得你永远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路是摆在那儿，你只能走长成这样的路。如果你稍微偏离了一点这个路呢，他就要拿个鞭子给你啪给你一抽，然后给你弄回来。他不允许你脱轨，他不允许脱轨，而这是一个大的脱轨。但在这个大的脱轨上呢，也会有很多小的脱轨。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上周其实我过年前的1个星期我就没怎么去公司了嘛，然后我就发现我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一个上了10年班的人，突然一下有了大把的时间。我就有点迷茫了，你知道吧？就这个迷茫的点在哪儿？就是我那天早上起来，我说呀，今天要干嘛？
就是你不知道今天早上要干嘛了。但是你看我是不是就是内化了那个严厉鞭策者的声音，我就觉得哎呀，我今天要是啥都不干，我今天没有产出啊，我是不是得早上出去运动一下，然后得见2个朋友，然后得写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读本书，或者有什么新的商业点子。就我一天呢，哪怕我在那儿实际上啥都没干，我脑子里面也可以每2个小时把自己全部区分开来，给自己安排满。尼寇特别有意思，尼寇今天其实我们录制的节目今天是大年初7，就还是没有上班的。我是昨天回到了上海之后，我今天直接睡到了9、10点钟，然后在床上还躺了1个小时，然后再起来。我睡眼惺忪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你 Q 给我发的微信，然后我说啊，我今天做了哪些工作。然后对呀，我说哦，好的。然后完了之后呢，尼寇到我们家来录节目，说我今天干了什么工作，我1个上午干了，然后一睁眼，哎，才10点钟。对呀，我心想哦，我10点我刚起。对呀，然后我在家其实待的已经有一点腻了，你知道吧？我第1天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太舒服了，就人就应该在这种慢节奏的城市度过。到第3天其实有点不行了，然后第3天我在家里写那个机器人的代码，我想我得学点新东西，然后我在那儿写。第5天的时候我说还有1天可以回去了，我终于可以回到我那卷人生里面了。然后我终于回来，昨天晚上我觉得我通体舒畅，太爽了。但是你看我的内在是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定要每个小时都有产出的一个人，就是对我来说变快变高变强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儿。我以前是没意识到我不允许自己是一个停滞的状态，我一定要去探索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才是我最舒适的一个叙事。尼寇经常讲这个事情效率太低了不行，这个是一个尼寇的口头禅，之前的对的，真的效率太低就不行。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是这个叙事就让我一直是当做一个行星的状态，就是围着各种东西转。后面呢，我就发现，我说这样好像是不行。那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那这个紧迫感不是挺好的吗？紧迫感才是我们取得动力的一个来源啊，因为有压力就会有动力嘛。但是它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不舒服的点在于，我说这个点不是说让大家降低标准，而是说你要换一个温柔的声音跟自己说话。就每次我鞭策我自己的时候，我都是拿着鞭子的老板呢。然后我前段时间我朋友就说，他说你现在就是一个野鸡，但是你做家鸡做的时间太久了，但是你现在是以家鸡的标准在要求一只野鸡。你朋友说话怎么说呢？对呀，很难形容，就是很难形容，但是很有道理，对不对？他说你好不容易离开了这个，把你的西装给脱下来了，结果你还每天给自己打卡。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上班忙碌是公司支付你薪水的一个前置条件，但是那也不是真忙啊。是，所以他这个温柔的叙事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自己从一个拿着鞭子的老板变成一个坐在你旁边的陪跑的盟友，他这个内心的对话就会温和很多。他不是说我今天驱动着你，有老板在后面追着你，然后你是出于恐惧在往前努力的，而是说你要出于一个善意，这个事情你真的是想要达到那个目标，你去努力的。但是对于这一个叙事，我的叙事是有一个小女孩的我和一个在外面社会化的我，然后我的叙事就是为了让我这个小女孩能够每天开心快乐的成长，所以这个更强大的社会化的我要去外面打猎捕食，然后来就是相当于供养我这个小女孩。那好了，比如说当你一天没有事情干的时候，就这一天这24个小时，你怎么去区分它是现在是成长版的你还是小女孩的你？我就会很爽。如果我一天什么事没有，我就会很爽。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俩对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经常跟你确认说，好，是不是接下来没有事了？因为如果接下来没事，小女孩版要上线了，对，我那个小女孩就要出来。今天每天太好了，因为我本身就是来吃喝玩乐的，我的人生就是为了让我这个小女孩能够每天吃喝玩乐。但是我的叙事是什么？严厉的是什么？就是如果用你的那个比喻，我的终极目标也是小女孩要吃喝玩乐，但是呢，我觉得大女孩可以做得更快一些，让这个小女孩早日解放。就是我是以一个更长的目标来看的，比如说我会觉得我45岁就要退休了，我45岁之后我的小女孩就是 completely 吃喝玩乐了，我就不再去想这个公司的事情了。但是你在45岁之前，我的这个大女孩就要高密度上线我是这样的但可能对我的叙事来说，就是我觉得大女孩她是会一直存在的，而且随着你的成熟，她会越来越成熟，所以她不会永远下线。而且她在45岁之后，就算我不工作，我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上需要你去照顾和解决的东西。对呀，所以我没有那么的追求效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它永恒存在，然后我的小女孩也永恒存在。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无限循环游戏
哦，你是这样想的。对的，就其实比如说我的大女孩在45岁之后她不工作了，那这个大女孩她要去处理别的家里的事情，但是你人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去活跃的嘛，对吧？你肯定要帮小女孩尽量的在45岁之前去做一个非常保险的一个安全垫。这是我的逻辑，这不就是你爸的逻辑吗？就是不靠谱，你要去那啥。所以你就说嘛，这严厉的内化叙事啊，这不就找到了嘛？说回来又是原生家庭了，怎么能又怪原生家庭？我跟你说，人真的有的时候回到家庭，你就能发现你爸妈的叙事对你的影响是有多大。但是现在好是好在，就你看到这件事情之后，你可以跳出来，你可以再去分析，你可以去解决它，可以把它化解，可以找到那个盟友，而不是你背后的那个老板。这个确实是，而且我分享一个在这方面我另外一个感受吧，就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一个恒心，是因为我一直在做我自己人生的书写者。对于我来说，人生就是一场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这个话我已经跟尼克说过非常多遍，这个就是我的信仰。就如果哪一天这件事情崩塌了，我觉得我可能就会极大的怀疑我的人生。在此之前，我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玩非常的久，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的叙事底层有一个故事是我一直要去解决的，就是我的母题，就是一个人如何独自立于天地，就是那种坦坦荡荡又堂堂正正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是我一直追求和在努力建立的，就是不依靠于任何外界的那些条件和物质，我怎么样去理解我自己，我怎么样就把我丢到一个森林里面去，我是怎么样理解我觉得这个东西一直在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症结在哪儿了，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是你们家对你要求最高的人，我是我们家对我要求最低的人，有可能，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点吗？所以在你们家这个主体里面，你只要满足了你自己的需求，你就堂堂正正立于天地了。但是在我们家，我满足了我自己的需求，你发现我靠，外面天地这么大你懂这个感觉吗？可能是有这个差别，我父母对我也有要求，但是我会走出来，因为我会知道这个要求它不是不合理，对，它不是我想要去做的要求。就我很早的走出了我父母对于我的期待和叙事。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在日记本上就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我这个号真的是要出新手村了，就要练成了，你知道吗？而且我跟大家讲，我是会给我自己写版本的，就是我会写丸子 1.0 丸子 1.5 丸子 2.0 3.0， 我有一个 4.0 正在生成，但一直没有空写下来。就我今年2月份在日记本上写的是，人虽然普通，但是自成宇宙，生而为人的自信我从心底里面生出来了。我的脚底是踏实的，内心是自由的，我是我自己的家，我也可以是别人的家，我能承担更多，也能给予更多，我愿意经历更多，我也愿意领略更多。就是这个是我在接到我们这个品牌的合作之前我自己写下去的东西，然后写完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幸福，因为你就是相信你自己自成了宇宙，你也相信别人是，因为看见自己和看见别人是一体的。是有一个问题我非常想问你了，就是你刚刚一直说每一个版本你都在不断的迭代嘛，那每一次迭代的时候你是如何跳出你过去的那个叙事的？这个有积累了非常多的观察和耐心，包括冥想，包括我自己写日记，包括你去跟别人交流，包括你跟我交流的时候，我也能看到很多我自己的叙事，这个你要有意识的去看，你就能看到。因为比如说对于我来讲啊，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我内在有一个严格的鞭策者，可能下次我再要去救火的时候，那我怎么做？我就是摁住自己，我发现哇，这个时候我严格的那个鞭策者，我背后心里的那个老板出来对我挥鞭子了，那你这一步时候你知道你的叙事了，知道它在发挥作用了，你要怎么办？你就不动。我就不动，你就如不动，我就如不动。对，然后你就看一下你不做这件事儿它会怎么样啊？你就不要再做原来那个叙事，就你不要重复它，不要重复你的冲动。因为我觉得这个最难的点是，很多时候内化的叙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本能。对，就这个你其实是在对抗着本能在往前走，这是一个对人有极大的挑战跟极度需要自我意识的一件事情。是，所以这个之前你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一个非常灵魂拷问，但是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就是你问我为什么这么痛苦但还是要改变，就是我改的就是我的自我叙事，我就是一直在改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改完之后才是就是更快乐和更自在的我，所以我必须要去改它。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内在的自我叙事嘛，这个点最 tricky 的是什么？人很多时候他是记不住细节的，但是他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能记住故事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好了，他走在我面前，你对这个人的一个基础的主观的感知可能是由你对他的很多的过去的叙事所组成的。是当你的叙事不温柔的时候，你一看到这个人，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你叙事里面的瑕疵，你的缺点，
这样其实时间长了是非常影响你的人际关系的。因为就有一个点就是什么，说大白话，谁你都看不上。对，这个其实是我俩以前的通病。我跟尼寇以前有个巨大的毛病，就是我们经常去评价人家，我们就站着人，我们说这个人不行，就这个人办事能力不行，这个人效率不行，就是这个人不行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之前的有一个口头禅。但后来我把这个东西完全改掉了，就是我把它改成了叫做什么，他只是还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不再觉得说所有的人都不行，而是我觉得他只是还没有开始去做一件事情。但我可能现在真的会觉得他是没有意识到，真的呀。就像刚刚开麦之前我们在聊我一个同学嘛，过年回去的时候他也讲到他跟他父母相处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也讲到我跟我父母之间的一些代沟嘛，然后他说我就经常给我父母建议，因为他说所有的话都是以一种高姿态对低姿态的一个方式在说的，但其实在我这边看来，他对这个事情本身的理解就会有一点瑕疵。后来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觉得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身上的那个位置，他可能是真的是现在还那个认知还没有打开。我觉得以前可能会默认觉得对方不行，然后完了之后其实对自己的生活是不太快乐的。对的，因为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然后你把它换成他只是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一个叙事是什么呢？还是对自己的。因为如果这个人不行，你接下来那个叙事叫做我不要跟他交往了，或者说我在这一块要尽量避免和这个人交往，然后你这个门就关掉了。如果说你把它换成他只是还没有意识到，那么你接下来的叙事就会变成我可以帮助他和引导他和告诉他，或者说以合适的方式分享给他。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余地，就是你对你自己很有信心，而且你也会对别人很有信心，你就会很容易看到别人很善的一面。因为如果说你不这样叙事的话，你会很容易揣测别人是恶意的。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们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在饭桌上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很少给别人建议，我跟我父母聊的更多的是我的困惑。因为当你把困惑给别人的时候，父母对孩子天生是有一种说我要来帮助你，我要来托举你的一个本能的。如果你以求助的那个我跟你聊困惑的一个姿态，父母其实能更加理解你的想法，那你们两个人一来一去，这个想法不断的交流，你父母自然能够受到你的影响，给他自己的想法做一些改变。就是我当时说了这个话，其实他没有回答我，但是我觉得这个话他一定听进去了，因为我是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善意的人，他是一个底色很好的人，所以在我对他有信心的前提下，我才把这个助手，这个所谓的帮助的小手伸出去了。通常如果我对你天然就没信心的话，这个帮助的小手可能我就不动了。而且你以一种非常合适他不会去防御的方式去告诉他我没有跟他说你应该是这样的，对，这个别人就可能不一定能听进去，你就会以一种非常潜移默化的方式。你这个方法我经常在上班的时候用。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领导发脾气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或者说领导就是在给我做服从性测试。但后来我就会又改变一个叙事，我觉得他只是需要我帮助，就他那个时候就是无能狂怒，或者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很无助。所以如果说他在生气，其实并不可怕，他只是着急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以一个合适的方式去告诉他你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就可以以你这种方式，就是你可以说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然后怎么，然后你就不动声色的把这个东西给就送过去了，但实际上他也没有觉得是从上面压下来的。对的，他就会OK， 他就没有那么生气了。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在以善意的方式去猜测对方，我觉得这个方法在职场上也很好用。还有一个就是在关系里面，包括在家庭里面，在生活里面，跟父母啊朋友啊，就是你觉得他不支持我离职了，然后我父母一直在反对我离职，哇，我觉得我得不到家庭的帮助。你如果说你要用这个叙事，你不觉得自己就是对呀，孤立无援，背后空空如也。对，但是你要翻译一下呢，你就是他在用他的方式支持我，或者说他只是不知道如何支持你。对，如何支持我，如何以我想要的方式支持我，那我可以告诉他。我可以在家里面做这个翻译，比如说我外婆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妈会在旁边就是插手，然后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然后我外婆就会觉得你挑战我的权威，我不要听你的，我自己要怎么做我自己不知道吗？我就会跟我外婆说，我说外婆，我妈就是在关心你，她在担心你太累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外婆马上就舒服一点了，她就平静了。我发现家里面其实能观察到很多这种不健康的叙事。比如说对我妈来说，她是什么？我妈有个最大的点，她是否定积极的事情。这都是父母身上所谓的一些打引号的生存焦虑，你知道吗？比如我跟我妈说，我们播客做得很好，她都说，哎呀，那都是运气啦。那如果你问她，你说妈，
我觉得我这个播客做起来全凭运气，我觉得我一点能力都没有，我现在好焦虑啊。他会不会安慰你说没有啊，我觉得你也很那个，他会对吧？对，那你下次就问他，你说妈，我现在好焦虑啊，我觉得我一点能力都没有。但我不这么觉得呀。不是，你其实是在引导他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他说着说着他就把他自己说服了。因为我觉得人很多时候不是被别人改变的，是被自己改变的。是，就是人他自己不想改变的时候，其实谁都改变不了他。对，然后我来分享2个我最近在改的 mode， 一个我觉得快改成功了，在收尾，就是我的挑剔的模式。我以前就是会很习惯性的看到所有事物里面不完美的地方，或者说有问题的地方，因为这个跟天性和跟后天的培养都有关系。你学法律的人，你本来就是改合同啊，或者说看见那些风险啊、漏洞啊，你的职责、你的价值就在于跟别人讲这件事情哪里有问题。然后这个东西习惯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我能看到这个问题，我好牛啊！别人都看不到，我能看到，这个就是我的专业。哎，我发现你很有意思。其实你这个 mode 跟我是一样的挑剔 mode， 但是我就变成了八爪鱼救火队，因为我自己去弄了，但是你就跟别人说你去弄。我一听我说这不是跟我是一样的吗？但后来我也不让别人去弄了，为什么呢？我会发现我越来越尊重别人的叙事了。就是我越来越尊重每一个叙事都是平等的，因为你越界了。你的这个叙事其实越了别人的界。对，因为我的叙事和别人的叙事必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我就越来越不愿意去用我的叙事来干预别的叙事了。而且当你用一个挑剔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的时候，其实你自己还是很不开心。但是我就会观察到我身边一些朋友就特别的chill，特别的开心，就明明今天这个餐厅吧也不咋好吃，但他就开心的跟一个5岁的小孩一样，就好吃好吃好吃。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疑惑，我说真好吃吗？没有吧。后来我想说，那我说这家餐厅难吃，我自己得到了什么呢？也没有什么。我觉得一个非常可能的点就是你确实对吃比较在乎，因为我觉得很多好吃的餐厅你都觉得很难吃。对对对，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因为如果说我真的对吃很挑剔，我完全可以吃完了不好吃的东西也觉得很开心，因为对我跟我朋友起码就是 hang out 有一个很快乐的时间，然后我也又 mark 了一家难吃的餐厅。但是呢，如果我以前我就会觉得好生气，就浪费了，你知道，今天一天就浪费，那你不就自己玩进去了？是，这个就是我一直最近在改的这个 mode。而且你就发现，如果你带着一个挑剔的眼光去看别人，别人就到处都是漏洞。所以慢慢的你把这个东西调过来之后，我就人际关系都会变得更加的松弛。哎，这个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心大，就是心大点啊？我还有一个 mode， 就是最近正在调整的 mode， 跟Nicole我觉得跟你很像的一个 mode， 就是我很典型的行星时刻。我这个 mode 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不做这期节目我都没有系统的梳理和发现过，直到我前2天有一个情绪的爆发，我才看到原来我也有这样子的行星时刻。就是我这个行星时刻叫做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要求我。这个时刻我也可以觉得叫做被下 brief 时刻和救火时刻。因为我会很习惯的把别人给我发的消息，或者说很随便的讲一句话，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有个需求，对，我要去落实。因为可能打工打久了，你知道，就是天选打工人你这个叫内化打工人 mode。 真的，我就是个天选打工人。就是他给我发一个信息，我就觉得这个事我要去办一下，而且我就很想要以一个我自己充分的专业的这个能力去回复人家，然后尽量满足对方的需求。我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乙方，我觉得。但是这个感觉就很难受，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约一个活动，然后当时呢就是有点晚，然后对方就有点吐槽，就说你没有准时到。但当时其实我们的关系都很好，然后当时也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准时到，但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要说我呀，这又不是我的原因。同时还有另外一件小事儿，也是对方有一点不舒服，我可能越界了，但因为他提前没有跟我说，然后我那2件事叠在一起，我就觉得同一个人2个人，而且2个都是我很亲近的朋友，我觉得天塌了。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在要求我呀，明明都没有给我讲清楚这些东西。那一整天的那个下午就特别的难受，然后我就在当街哭了。突然一边哭一边在想，我在哭什么？为什么我会哭啊？我情绪这么大吗？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是很紧张要去完成别人的需求的。对的，就是别人一点点
给我表达的那个不舒服，我都会很想要让他们快一点，就是满意和舒服。但是其实因为关系是有韧性的，然后都是很亲密的朋友，其实人家完全无所谓这个事情，说完了就过了。但我就是有一个那么大的过山车，这个我觉得还挺神奇的，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不，我觉得神奇的点是你可以像一个小人一样在跳来跳去。对，就是我觉得聊到现在，今天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你那个 1.0 2.0 3.0 的版本，以及每一次你在迭代的时候你那个小人跳来跳去的那个过程，你会过来看一下，发现我是不是到 2.0 了，好像没有到 2.0 哪里要再改一下，这里没改好，再回到 1.0， 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在叙事当中跳转的一个人。对，是的，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启发。因为其实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不健康的叙事，但是我没有说通的那个逻辑，就是我知道然后呢怎么改，就是这个东西我怎么落地。但是你展示给我看了这个小人两边来回跳的那个状态是怎么去从 1.0 升级到 4.0 的，这个东西就叫觉知。就是你带着一个有觉知的状态去看待我们日常当中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跳出来。但是你知道吧，我的觉知是一下的觉知，就是我能看到这个瞬间，但是你那个是长期在线的觉知，这个要练的。是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本身它不容易，但是你不断的迭代你的叙事，对你的人生是有非常大的复利式的帮助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成长。平时大家讲成长，比如说读了多少本书啊，然后见过多少的世界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内在叙事不改变，我们依然以最原始的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状态去看待世界，就算是环游了世界，可能你环游世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到处都在冒火。对，而且就是如果你不换这个叙事的话，有的时候你看了很多世界，这些世界你没办法成为能够帮助到你的工具，反而会成为你肩上的负担。对，因为你会觉得原来外面这么大，但其实我这么渺小，这个就跟你自己的叙事有非常大的关系。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是别人没有办法帮助你去做的事情。很多事情都能外包，家务可以外包，任何的事情朋友能帮你，家人能帮你，但是自我叙事的迭代或者说保持觉知者在生活这件事情是没有人能帮的。我还有一个叙事是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发现的，就是我的回应者叙事，跟刚刚那个救火的叙事和被下 brief 叙事有点像，但是不完全一样。就是我也很容易发现对方的需求，然后我就天然的觉得对方想让我去做。就我觉得我不回应他，我就好像没有尽到我应尽的义务。但你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你是那个能从只言片语当中把别人的需求提炼出来，并且把它引用下来回应的那个人。对，因为我就是天然想要去回应对方，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谈恋爱的时候特别明显，比如说家里面的那个纸巾要用完了，然后男生一直没有去买，我第一反应是他在等我去买。然后我后来感受到我自己脑里这个念头，我觉得太疯狂了。我说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啊？他就是忘记去买了呀，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是在等我去买啊？然后包括之前有一次我有个朋友在跟我说，他说他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当时那个活动就是每一个人要给在场的另外一个人写一个祝福，然后当时呢可能所有的人都表达了一下自己想收到什么样的祝福，在场唯一有一个人表达的最明确，最想要收到别人的祝福，最难过最低落的那个人，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收到，就是所有人那剩下的19个人都没有给他写那个祝福。我说为什么没有人给那个特别想要收到祝福的人写祝福啊？然后我朋友说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说他都那么表现的那么明显了，你们竟然没有人去回应他吗？然后他就很困惑，他说好像是没有我没有发现。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探测到了有一个人很需要被支持一下，我可能会天然的觉得对。其实你看你的那些不健康叙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跟别人的需求有关系。对的但是我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会觉得我不应该去这样 push 我自己，对吧？然后就像你说的，别人不一定真正的，有一些是别人真的你可以去给予支持，但有一些人就是我升级了别人的需求，就那个东西没买，就是因为人家忘记买了，不是他在等你买。是的这个确实我们两个的议题真的超级不一样，你的议题就是别人的需求，我的议题就是对我自己太苛刻。是的，真的每个人的议题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些生活当中观察到我觉得比较经典的几个叙事。是的，其实这个是我把它写在了我的这个 Word 文档里面，就是我时刻想提醒自己，在2026年但凡有这样的瞬间出来，敲黑板要优化。
我先分享一个我观察到我外婆最经典的叙事，就是灾难化叙事。每一天从早到晚，我外婆能焦虑无数回。就我会一直跟她强调，我说外婆没事儿，这个吃饭我们晚了半个小时没事儿。比如说我们早上出去锻炼了或者出去玩了，然后她讲，哎呀，家里没有人烧饭，哎呀，完了。这个我们吃饭要晚了，我说晚了就晚了，外婆没事儿。她不行，她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特别难受。然后或者是就是在家里面衣服洗完了之后没有马上晾起来，她说，哎呀，你这个怎么没有晾啊？你要赶紧把它晾起来。呀，这个事情其实很容易出现在长辈身上。然后第二个叙事叫做过度概化叙事，这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些姐妹，然后她就跟男朋友分手了，她就找你哭3天3夜，最后一句话你反反复复听，就什么我要孤独终老了。就是我跟这个男的分手之后，他就觉得孤独终老了，就以后一个人要去巴不得出门就要出去看养老院了。我跟你讲，要找那种全女养老院，以后就在跟姐妹们在那边养老。这个我就说你现在才20几岁，你不就分了一次手吗？怎么以后就要全女养老院了？就到这一步了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是我那个叙事叫做我找不到更好的人了。就你有一种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的感觉，但其实你过了这个村你可能就进城了。是，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会有这个想法。是的。第三个叙事叫做读心术叙事，我觉得你的那个也许可以概括在这个下面，就是你会去读别人的潜在需求。他这个读心术叙事主要是说，假设你已知别人的想法，就是你坚信自己你都不需要问，你就知道别人在心里在想什么，你就会 assume 想的是最差的那一面。这种在职场上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初来乍到的小姑娘，大家一起去开会，然后可能领导就是看了你一眼，可能就是打量了你一下，人家搞不好心里想的是，这小姑娘今天这套衣服挺好看的，然后小姑娘就会觉得，我今天穿了什么我不应该穿的吗？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因为你大家去读人家心的时候，悲观叙事的人不会你永远读到最好的那一面，你永远自己害怕的是你会把那个最糟糕的事情放在自己身上。这个我外婆也有，就是她就是会觉得，比如说她说她发一个朋友圈，然后我们家谁谁谁没给她点赞，她就说你看那个谁谁谁没有给我点赞，她肯定就是不开心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这个我爸也会有，他就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到人家怎么想啊？我心想，我要时时刻刻管人家怎么想，那我这播客别做了。我说一句话，几十万的观众在那审视，那我真别做了。然后他还会去搜，网上去搜说，别人对这怎么评价？我说，永远是不喜欢你的人，在网上的声音是最大的，你没法去搜。你要是这么在乎别人的评价，我说你都别听我的播客，你也别看这些评论。那你爸爸确实是焦虑。是的，就是他就是非常在乎别人怎么想，而且关键是他不能允许不同的声音。是的，他必须和谐，而且必须向他这一方和谐。这不是自己难为自己吗？是的。我来说一个跟刚刚那个很像的叙事，叫做个人化叙事，也叫做归罪于己叙事，就是你会把一切的问题都归到自己的原因。这个东西其实我会觉得它有点，就你真的没必要，就自己没那么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公众场合出丑了，或者是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说你在职场上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说错了一句话呀，然后你 PPT 上面有一个字写错了呀，甚至是我以前犯过的一些错误，就是你挂公告的时候你那个字都是错的，你可能全公司都看到了呀。但是那有什么要紧的呢？谁会记得住呢？你一天看那么多个公告，就你会觉得刚才那个气氛冷场了，肯定是因为我的原因。然后刚刚那个deal 没有谈成，或者这个合作没谈成，肯定是因为我哪没有做好。搞不好实际上是因为领导在想下面要说什么呀然后你觉得你说完了大家冷场了，可能是因为你说的不好，搞不好领导就根本不知道他下面要接什么，很有可能别人被你震惊了。是的，都有可能。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二元对立叙事，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经典，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到完美，你就彻底失败了；如果你没有拿到第一，你就毫无价值。这个其实我有一点儿，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只能说我们意识到了这个，然后就极力的走出这个叙事。是的，容错率相对会说比较低一点，如果今天没有进步，就是后退了这个叫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个我小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对呀，我印象非常深。我举手问我们当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什么叫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这个船今天就是在这个河流的当中，我就保持在原地不行吗？然后我老师说不行，但是他没有办法给我讲清楚为什么不行。现在的人就知道会另外一套叙事叫什么？你要成为风口上的猪，你不要找逆水，你找那顺水啊是不是？就这个叙事不一样了啊。对啊。后来我就为这几个行星时刻的模式总结出来了一套小方法论，就是下次我再冒出那种
我得做点什么，我得回应别人，我得满足别人需求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叫做对方开口了吗？明确跟我表达要我做什么了吗？然后第2个问题叫做如果我不做，会有人受伤吗？还是只是我会不安？第3个问题叫做我是在回应现实，还是在回应我脑子里面的应该？第3个问题我也需要学习，前2个我还好，第3个问题我也需要。对，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肯定不想变成一个冷漠的人，我不回应别人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要回应，而是这个回应是不是必须的，这个回应是不是一个自然的回应，还是因为我很焦虑，我一直想要去做点事情，我就回应了我脑子里的那个应该。所以这个叙事的革命就是我在当中插进去了一句话，叫做这是我的事儿吗？以前的叙事可能是他是不是对我不满意。然后对于行星到恒星的叙事，我觉得有几个小的方法，大家可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共鸣。第一个叙事围着别人转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不是对我不满意？你可以想的是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你不要去看他人是什么样的情绪，不要看他人是什么样的反应，而是看你自己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想法。然后第2个是他需要我照顾他的情绪，他需要我怎么样。当你又要想围着别人转的时候，你冷静，你就如如不动，你问你自己，我愿不愿意承接这个情绪？就承认别人有需求有情绪，但并不等于你就是自动成为了那个责任人。就你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这个当中就有自由意志。但如果你没有选，那你可能就是被你的叙事再一次卷跑了。而第3个行星时刻叫做我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好，然后你可以把它改成我对我自己今天的表现满意吗？就这个东西你又把围绕着别人变成了收回到自己，你的评价权就你自己对你自己满意，今天这个事情过得去，好，那我就安心了。然后对于我来说，我怎么样去练习如如不动，然后把自己想要去围着别人转的那个冲动打住，稳稳的在自己那儿。我觉得是有一些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差别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做这个事儿是因为他让我做的呀，是因为他有这个需求啊，我被需要了呀之类的。但后来我不这样想了，就是我会先想我自己，就是他让我做那我是同意做了吗？或者说他们要我做，那我选择回应他们吗？或者他们需要我，那我愿意去回应他们吗？包括比如说别人对我满不满意，我会觉得换一个说法就是我同意让他给我打分了吗？对呀，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是什么看法。对，他对我满不满意，我对他满不满意。对，他觉得他现在需要我的照顾，那我愿不愿意去照顾这个事儿？包括那个王菲最经典的就是评委会给了我一个奖项，我对于评委会对于我的肯定给予肯定，就是这个东西永远是以我出发，以我来衡量，以我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东西。你还是依然可以去回应别人，你依然可以去满足别人的需求，但当中有一个停顿，叫做我在问我此刻在做什么选择，我决定如何行动。因为对于恒星来说，它不是默认去追逐行星的，它只是稳定的燃烧，然后所有的轨道会自然浮现。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今天这期节目真的聊到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方法论。就我觉得我要回去开始写日记了就是在来了录了6年之后，你扣终于要动笔开始写日记了。因为我觉得迭代叙事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是一个我非常需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在说现在不知道干嘛嘛，所以我要把所有的那个 to do list 上面改成 to be list，就是你要变成什么样的状态，你要变成什么样的恒星，你要变成什么样的恒星，可能是我今年需要去做的很大的一个功课。然后中间如果有什么心得的话，也可以时不时来跟大家讨论，来跟大家分享。